那今天要闲聊的主题是，你容易吸引什么类型的桃花？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比较容易喜欢上你？那今天的选项就是在封面是4个不同图案的爱心。那第一个爱心是红色跟粉色的爱心相伴，第二个爱心是像同心圆一样的爱心，然后第三个爱心是正常的红色爱心，第四个爱心是飘出小爱心的红色爱心。那就是选好了之后，可以看资讯栏的时间轴，就直接点过去就可以了。那先看第一个选项。那今天就是只抽3张牌，看看对方的特质，做个简单的占卜。对方可能是一个蛮悲观，然后蛮容易感到焦虑不安，然后想法又很多的人。就他可能是那一种，要做什么事情之前，或者说平常就会可能幻想或者说考量很多有可能会遇到的状况或者说难题，然后可能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就会因为想到有可能会遇到什么障碍，会遇到什么困难，然后他就会开始不安起来。然后也算是得失心会比较重哦，他可能会比较专注在说自己没有得到的或自己失去的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悲观一点的人哦。所以我在想说你，会吸引这样的人，是不是有可能你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人，就是让他觉得说，你好像可以给他指引，或者说你能够疗愈他这样。我觉得有可能你是这样的人，所以可能比较会吸引这种，就是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他能够为很多还没有发生的危机状况，就是做好应对的处理啦。我觉得这种个性的好处是这样，就是他能够预想到很多的状况，但坏处就是说他有可能会因为预想的这些状况，然后都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开始在焦虑不安，然后就痛苦。所以说你可能就是如果跟这种类型的人相处，你可能就是要比较照顾他的情绪啦，所以你可能就是散发出来的能量是让人觉得说，你好像比较温暖、比较体贴一点，会照顾到他这种比较纤细敏感的部分。但这种性格就也有好处啊，就是可能事情真的发生了，就是他其实都已经想好要怎么做了。那坏处就是说，他可能情绪上就是会比较纤细跟敏感一点，所以就是跟他相处的话，就是要比较能够开导他一点。不过我觉得说，你如果有一些问题或烦恼要找他讨论的话，他也会给你很多各种不一样的想法，这也是他的好处啦。所以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这种类型的人，就是这种个性，就是应该说什么个性都是有好有坏，就是你可以就是去，就是你可能要照顾他的情绪，但是他很多事情他都会预先做好防范，就你还没说他都已经想好了，
那或者说你有什么困难，你找他讨论，他也会给你很多想法。只是说你就要体谅他可能就是在情绪上比较敏感一点。这样好，那第一组就这样。那有个占需求可以看一下资讯栏。那第二组就是抽到像同心圆一样的爱心的人，抽3张，简单的看一下对方的特质。我觉得第二组的人吸引的桃花类型，他应该是蛮有那种整合的天分的，就是能够把各个不同的要素放在一起，但是又整合的就是很合理。那像这样的人，就可能是很适合做一些各个部门间沟通协调的人，或者说很适合去发掘一些其他人的才能，然后很懂得把一些不同的人才整合在一起，就或许就是蛮适合当，也会蛮适合当那种中间主管，或者说当领导者也不是不行啊，因为我觉得领导者本身的整合能力也是蛮重要。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是做可能第二把手，或者说中间主管级的人，可能比较常见到这种人才。所以我觉得他本身的协调能力应该是不错的。然后他小时候的家庭环境可能就是比较不好一点，但是就是现在的状况就是已经改善了，可能就是他利用自己的这种，就是有正确的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就是经济状况有渐渐改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蛮能吃苦的人，就是在金钱上可能也会比较保守一点。然后他可能就是蛮需要，常常就是会经历说各种挑战的状况啦，算是也许因为他常常就是要面对不同的类型的人，各式各样不同的状况吧，所以就是可能过着那种生活中就是充满各种挑战，老师就是会遇到一些没有想过的问题，然后都是一个新的挑战，然后就是经由就是突破这些各式各样的挑战，然后可能自己的地位，然后跟经济状况，就是也能够就是说慢慢改善。那跟这种类型的人相处的话，我觉得因为他就是老是要面对各种挑战的话，你可能会比较需要体谅他说，常常在忙工作的。就如果说是跟这种类型的人交往的话，不
不过好处是说，我觉得他应该是对处理人际关系会蛮有一套的，因为他很擅长就是整合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人跟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源还有状况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他要跟你的亲朋好友相处的话，他应该就是都会很拿手啦。但我觉得他平常可能会要比较专注在生活上啊、工作上啊，就是各式各样的挑战，这是你比较需要体谅他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有任何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说关于就是整合各式各样不同资源的人的部门之类的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请教他应该他会很拿手。然后他跟你的亲朋好友相处，你应该是不太需要担心。但我觉得他应该会花蛮多时间，就是在工作上各式各样的挑战的，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就是他的优点跟缺点这样。好，那第二组就是这样。那有个占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资讯栏。那第三组就是抽到一个正常的红色爱心。那你容易吸引的桃花类型，就是今天就是抽3张牌，简单的讲一下。我觉得他也是那种，比较有一些可能童年过得比较不愉快的类型哦。可是他现在就是已经算是，他其实已经自己调试的不错了。因为这一张是宝剑6，就是调试的不错了。只是过去可能有一段就是让他比较印象深刻的不好的回忆。可是他内心有在调试，然后就是已经调试的不错了。那这种人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会比较偏向那一种，就是外表很阳光，但是其实内心就是会有一块就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就是比较忧郁的部分。也许他会跟最亲近的人分享，然后他就是也是想法比较多、点子比较多的人，而且他可能因为这样子，他可能也是蛮懂得要怎么去利用自己的这些点子，然后可能会走一些比较不寻常的道路，就是他可能是很会做事、很会处理事情，可是都是用那种，也不是说都啦，应该说是蛮会，就是投机取巧的，就是蛮懂得用一些小技巧来让自己事半功倍。
然后在别人看来就会觉得说，他怎么好像都处理的比人家快，然后都处理的不错，所以他是蛮会利用自己的这些各式各样的想法，然后去处理事情，然后让自己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是这些想法有的时候可能会偏向有一点小聪明，或者说钻漏洞这样子，可能稍微的不是那么正统的方法。那我觉得跟这种人相处的优点就是，我觉得你如果就是跟他有什么事情要请教他的话，他可能会给你一些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面向，因为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可能不太遵循传统，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嘛，所以就是他会给你一些你问别人都没有获得过的意见，然后就是会蛮有趣的。那只是说，同时就是你要知道说他内心还是不管他表现的可能有多开朗或有多好，你可能就是要记得说他内心是有这样子比较纤细跟脆弱的一面在。然后我觉得对于这种蛮会耍小聪明的人，你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说不要让他走得太偏呐、就是我觉得的优点就是说，我觉得他平常可能会是看起来比较开朗的类型，但是要注意他内心就是纤细的一面。然后，如果你找他讨论事情的话，我觉得他永远都会有新鲜的点子，然后可能会让你的生活就是过得蛮多彩多姿的。但同时你也要注意说，他如果就是有要走偏的感觉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拉一下或点他一下。好，那这就是第三组。那第三组，那如果有个占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资讯栏，然后看一下第四组抽到就是有小爱心飘出来的爱心的人，吸引的桃花类型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抽3张牌，简单看一下对方的特质。我觉得第四组容易吸引的桃花类型，应该会是那种很活泼、很善于社交，然后很擅长那种就是把场子炒热的人。就是他可能就是常常会活跃在各种聚会当中、跟人群当中，然后都很容易跟人打成一片。然后可能就是有他在，场子就不会冷，那种很活泼的人。然后他也是那种非常的愿意尝试新鲜事物，非常具有挑战精神的人。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就是能够传播欢乐与爱的类型。然后可能什么新鲜的事情出来了，他都非常的愿意尝试，什么一些新兴的行业啊，或者说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能够赚钱的方式啊，他可能都会是第一个跳下去尝试的人。那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跟这种类型的人相处的好处就是说，哦，他可能就是常常，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蛮容易就是把人逗笑的，所以你跟他在一起可能永远都不会无聊，然后就是都能够很开心，他很会就是让人开心。但是你可能要注意说，哦，他可能什么看到新鲜的，他都愿意当第一个尝试的那个人，要注意他有的时候可能这些事情并不是那么实际的。然后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就是财务上的亏损，就是这是你比较需要注意，或者说可能他要尝试什么事情，你可能也也要帮他去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事，是不是真的是可以试的，有没有什么风险？可能是他算是那种一股脑往前冲的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太过于乐观，或太过于有勇无谋，需要一个人在背后拉他一下，帮他把关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真的是可以的。这样，所以跟他相处的好处就是，他都会让你很开心啊，然后你把他带去什么场合啊，他都能够让就是在那个场合的人很开心，然后有他在都绝对不会冷场。那就是坏处，就是说他就是那种一股脑往前冲，什么东西、什么新鲜的事情，他都要赶紧的跳下去尝试。你可能就要帮他把关一下，或者是偶尔拉他一下，这样。那第四组吸引的桃花类型就是这样。那有个占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资讯栏。那今天就到这里。